小姑拖家带口来蹭饭，我清空冰箱，给婆婆点1月外卖，让她吃你那份。新婚后不久，小姑子便时常拖家带口来我家蹭饭。这天酒足饭饱后，婆婆竟满脸堆笑的从冰箱取出5、6袋上等牛肉，硬塞进小姑子的包里。看着他们连吃带拿的做派，我委婉提醒道：“这样不太合适吧？”话音未落，婆婆脸色骤变，眼中迸出怨毒的火光。我闺女来吃顿饭怎么了？最近我的小姑子李云乔迁新居，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可巧的是，她的新家就在我们隔壁小区。按理说，亲戚间住得近，能增进感情，相互照应，本是好事一桩。然而，自从小姑子搬来后，却日日带着2个儿子踩着饭点登门蹭饭。更让我不悦的是，饭前她总会特意从盘子里挑出一部分菜，装进自带的饭盒里，说是要带回家给老公王伟尝鲜。这几天家里的伙食费直线上升，不说也罢。更让我心疼的是，女儿贝贝在他们走后，总是拽着我的衣袖，一脸委屈地说：“妈妈，我没吃饱。”在这个把孩子当宝贝宠的年代，别说孩子了，就是大人也早已远离了饿肚子的日子。看着女儿那委屈的小模样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作为母亲，我深感自责，觉得自己太失败了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等今天小姑子再来时，一定要跟她把话说清楚。其实我之前也曾暗示过小姑子，但不知是她真没听懂我的言外之意，还是故意装聋作哑。第二天她依旧带着2个儿子如约而至，偶尔一顿饭，我当然不会介意，但天天如此，且每次都专挑大鱼大肉，我实在难以承受。再这么下去，我每个月的工资恐怕都只能用来买菜了。临近下班时，女儿那委屈巴巴的样子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。想着这些日子女儿都没能好好吃顿饭，正是发育的小孩子，我得好好给她补补身体。于是下班后，我并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转头来到了附近的菜市场，买了一些补充蛋白质的鱼虾，以及女儿最喜欢的大鸡腿。最后又一口气拿下了10斤牛肉。回到家后，我率先冲进厨房，将牛肉分装好，整整齐齐的把它们放进了冰箱的冷冻格。将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，我这才撸起袖子，准备今天大显一番身手。紧接着就是我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以及偶尔在切菜时砧板上传出的声音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我就将刚出锅的饭菜端上了餐桌。女儿看到摆得满满登登的桌子，顿时满眼放光的惊呼出声。看着女儿开心的样子，我这一身的疲累也顿时消散了。孩子的笑颜对我来说就是这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正当我带着女儿洗手准备吃饭时，敲门声也在此时响了起来。果然，映入眼帘的又是小姑子这张熟悉的脸，如之前一般，手边还牵着她的2个儿子。不等我说什么，小姑子就伸长了脖子，眼睛咕噜咕噜的往餐桌那边瞅去。直到看到了满桌子的好菜，她脸上的表情顿时欣喜了起来，边往屋里走边说道：“嫂子，今天是有什么好事吗？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。”我没有回应她的话，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，就继续带着女儿洗手。反而是婆婆满脸堆笑的来到门口迎接着小姑子。早在做饭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了小姑子今天还会来，所以我这才特意做了很多，想着既然来都来了，我也不好当着她2个孩子的面把她赶走，那么就把这顿饭吃了，等吃完饭再和她说蹭饭这事儿做得不妥，这样也不会伤了大家的和气。等我和女儿来到餐桌前时，发现小姑子早已带着2个孩子开始大快朵颐了。
婆婆则坐在一旁殷勤地为2个外孙夹着菜。看着那2个孩子的碗已经堆得如小山一般高了，我也赶紧示意女儿坐下吃饭。我刚给女儿扒了2只大虾，小姑子转头就把一盘子的虾全倒进了2个儿子碗里。我正想给女儿夹1只鸡腿，婆婆就把盘子里仅剩的2只鸡腿全都放进了小姑子的碗里。相信哪怕是脾气再好的人，看见这一幕想必都是会生气的。我的气愤更甚，尤其是在看到女儿没有吃到鸡腿时那失望的眼神，我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。先不说那照烧鸡腿和白灼大虾是我特意给女儿做的，就说这么多人一起吃饭，他们就这么真的毫不客气的把所有好吃的都吃了，不讲一点礼节。看着桌子上为数不多的残羹剩饭，再看看小姑子的儿子手里举着半个鸡腿撑得吃不下的样子，我直接牵起女儿的手离开了餐桌。我的表现已经做得如此明显，我不信他们会看不出来，所以他们无动于衷的样子无疑是加重了我心中的怒火。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我必须现在就和小姑子明说。还没等我走近，我就看见婆婆拿着几个塑料袋正往小姑子的手里塞。经过几秒钟的辨认，我才认出婆婆给她的东西分明是我今天刚买的牛肉。拖家带口来我家蹭饭还不够，临走时还要像土匪一样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部都搜刮干净吗？一股火气直接冲上了我的天灵盖，顾不上其他，我迈着大步直冲冲的来到了他们面前。不等他们反应什么，我就直接一把抢过了小姑子手里的塑料袋。那沉甸甸的分量感让我意识到，这应该就是冰箱里所有的牛肉了。吃干抹净之后就想走，女人天生的顾家感顿时被他们的行为激发了出来。我不管不顾的怒视着小姑子，毫不客气地道：李云，你整天拖家带口的来我家蹭饭不说，临走还要再拿点东西回家，你是把我这当成救助所了吗？平白无故就要供你们全家吃饭吗？你和你的2个儿子一上桌就把大鱼大肉全夹到自己碗里，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你还配当个妈吗？我的话让李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不过他还是梗着脖子振振有词地说：我不过就是带着孩子来你家吃了几顿饭，你至于这么羞辱我吗？不过就是吃了几顿饭。李云的话差点把我气笑，他真是会避重就轻的，但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如果这时我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话，李云肯定会觉得我是怕了他，不仅日后还会继续来蹭饭，说不定还会变本加厉的像使唤老妈子一样使唤我，所以这时我是绝对不能甘拜下风的。李云，谁去别人家吃饭是连着半个月天天准时准点来啊？说你蹭饭你还不承认，我把事实讲出来你还说我羞辱你，你未免太让人觉得可笑了。我的话算是把李云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开了，他张了张嘴想要辩解，但半天也没能想到一句辩解的话。正当我为自己占了上风而庆幸时，婆婆刘丽芳却突然怒目圆睁，对我大喊大叫起来：吴佳佳，别以为我儿子现在不在家你就可以称王称霸了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小云是我的女儿，2个孩子是我的外孙，他们来你这个当嫂子的这儿吃个饭怎么了？做错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，今天我这个老婆子就决定了，今后小云必须每天都要带着孩子来陪我吃饭。对我吼完，婆婆又转过身，心疼的抱住了李云，轻声安慰了起来。李云也是会审时度势的，适时的泪眼婆娑，装起了委屈。看着眼前这母慈女孝的一幕，我心中无语到了极点。
我并非不是不敢和婆婆争辩一番，只是脑海中一下子想起了老公出差前对我的叮嘱，看在老公的面子上，我才强忍着把自己即将爆发的火气压了下来。我和老公李琛结婚8年，一路风风雨雨的走来，可以算得上是同甘共苦的夫妻了。人生能得几人可以携手共进退呢？所以在我心里，这份感情是无比珍贵的。老公的父亲过世的早，所以对待婆婆，她真的算得上是尽了100%的孝道了。我们刚结婚时，她就把婆婆接到了家里，让她安心养老。除了在贝贝上幼儿园后，在时间排不开的时候，会让她帮忙接下孩子，剩下的什么家务活也不用她做。虽然古话都说婆媳是天敌，自古不和，不过我在家里都是尽量谦让着婆婆，也减少着自己和婆婆不必要的接触。因为我知道距离产生美，所以日子才这么平静的过了这么多年。变故就发生在半个月前，老公被公司外派到外地出差，为期1个月。在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老公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神恳切的拜托我在这段日子多照顾、多担待、多谦让一些婆婆。老公的嘱咐其实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我自然就应允了下来。其实就算老公不特意告诉我这些，我也是会好好照顾婆婆的，毕竟老公不在家，婆婆肯定就是得依靠我的。但问题就发生在老公出差后的第2天，恰逢那时李云搬至附近，婆婆就让我来庆祝他们一家的乔迁之喜。作为嫂子的我，对他们的搬迁自然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，于是就欢欢喜喜地张罗了一大桌子的菜为他们一家庆祝。我本以为这样就算是结束了，可没想到第2天我刚做好晚饭，李云又领着2个孩子来了。虽然觉得很诧异，但我还是又跑去厨房临时加了2个菜。紧接着就是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李云每天都会赶在饭点来蹭饭，比打卡上班还要准时。起初还会礼貌的和我说2句客套话，后来慢慢变成了进门就第一时间奔向餐桌，宛如豺狼一般紧盯着桌上的食物。而婆婆也总是向着闺女的，只要我稍稍对李云显露出一点点不高兴的样子，婆婆就会立马话里话外的开始敲打我。所以这些日子我虽然没和婆婆发生过什么正面冲突，但是背地里都在暗自较着劲。今天他们母女的这些行为也是彻底让我忍到了极致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也不做饭了，我倒要看看李云还能怎么蹭饭。想好了对策，我依旧没有和婆婆发生正面冲突，而是沉默地帮女儿换好衣服，带着她来到了附近的麦当劳，点了一份儿童套餐。看着女儿吃饱喝足后拿着赠送的小玩具开心玩着的样子，我忍不住轻轻摩挲起了她的头。直到深夜游乐场关门，我才带着女儿回到了家。一进屋我就看见婆婆一脸高傲地端坐在沙发上，见我回来，她好似从鼻孔中发出了哼的一声。不过我并没有去理会她，她做出这副架势，无非就是觉得他们占了上风。我最后的沉默是落荒而逃，是向他们服软的表现。如果我此时上前去和她搭话，她必然是会狠狠地嘲弄我一番。经此一事，我也算是彻底的看清了他们母女的真面目，所以我直接无视了她的存在。把女儿哄进卧室后，我就自顾自地找出了2个超大号的购物袋。在婆婆惊愕的眼神中，我将家里的冰箱一扫而空，然后我又来到了厨房，把油盐酱醋还有各种调味料统统装进了购物袋中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看着空空如也的厨房以及连渣都不剩的冰箱，
终于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。正当我准备拖着2个购物袋出门的时候，婆婆突然叫住了我：“吴佳佳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要把家里的这些东西弄到哪儿去？”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婆婆因惊愕而扭曲的脸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：“妈，既然您说小姑子天天来吃饭是理所应当，那往后这1个月您就跟她吃一样的。”说罢，我掏出手机，当着她的面打开外卖软件，在搜索栏输入小姑子家的地址，开始疯狂下单。婆婆瞪大了眼睛，看着我手指在屏幕上翻飞，一道道昂贵的菜品被加入购物车：波士顿龙虾、法式鹅肝、澳洲和牛，订单金额不断攀升。你疯了？这得花多少钱？她冲过来想抢我的手机，却被我灵活避开，踉跄着撞在沙发扶手上。这有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：“小姑子一家来吃饭，您不是说天经地义吗？那这些外卖钱就当是我尽的嫂子义务了。”我一口气下了30单外卖，从早到晚，每一餐都安排得满满当当，送餐地址全是小姑子家，最后还特意加了备注：李女士全家享用，不够随时加单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拖着装满食材的购物袋准备离开。临出门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婆婆：“妈，这1个月您就等着吃外卖吧。要是觉得不够，您尽管跟小姑子说，让她多叫些人来，反正我工资高，养得起。”第2天一早，小姑子的电话就炸了过来：“吴佳佳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大早几10个外卖往我家送，邻居都以为我家开饭店的。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，背景音里还传来2个孩子的哭闹声。我慢悠悠地喝着咖啡，语气平静：“这不是您喜欢的吗？天天来我家蹭饭，还连吃带拿。现在我给您送上门，省得您麻烦。”你……小姑子气的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你别太过分了，这是恶意骚扰。”我过分？我冷笑：“到底是谁过分？我女儿饿着肚子，你们却把好菜都抢光，临走还要顺走我的牛肉。李云，做人得有底线，那是我妈给我的。”小姑子尖叫道：“轮不到你这个外人管。”外人？我怒极反笑：“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倒是你带着拖油瓶天天来占便宜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失业半年了，拿我当冤大头养你们一家5口？”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，我知道戳中了他的痛处。趁热打铁，我继续说道：“今天下午3点，会有生鲜平台的人上门收走你家冰箱里所有的食材，这是我昨天买下的，现在要收回。你敢？”小姑子歇斯底里的喊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敢？”我慢条斯理的说：“哦，对了，你家水电费我也帮你交了，不过是按商业用电算的，记得月底把钱转给我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拉黑了他的号码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姑子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，还带着2个孩子堵在我公司楼下。我让保安把他们请走，顺便报警说有人骚扰。看着他在派出所里又哭又闹的样子，我只觉得痛快。婆婆也没闲着，她发动了家族里的长辈来给我施压。7大姑8大姨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说我不懂事、不孝顺。我直接把电话外放，让他们听听小姑子当初在我家的所作所为。你们知道贝贝饿了多久吗？我对着电话冷笑，就因为你们宝贝的李云女士要给她老公打包饭菜，现在来指责我，早干嘛去了？家族群里也炸开了锅，有人说我太狠，有人支持我。我直接在群里甩出了近1个月的消费记录，光是小姑子一家蹭饭就花了2万多，群里瞬间安静了。1周后，
婆婆终于忍不住找上门来，她头发凌乱，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憔悴。佳佳，别闹了，妈知道错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，小云一家再也不来了，你就别点外卖了，咱家的钱不是这么糟践的。我甩开她的手，糟践？当初你们把我女儿的饭抢光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糟践？现在知道心疼钱了，那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计较？婆婆还想辩解。一家人？我怒喝道，哪有一家人这么欺负人的？你口口声声说李云是你女儿，那贝贝就不是你的孙女，你眼睁睁看着她饿肚子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婆婆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只能低头抹泪。这时门铃响了，我打开门，小姑子带着2个孩子站在门口，身后还跟着她老公王伟。吴佳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王伟一脸阴沉，你这样搞，让我们一家怎么做人？怎么做人？我嗤笑一声，你们天天来我家蹭吃蹭喝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怎么做人？现在被戳穿了，就来装可怜。嫂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别再点外卖了。小姑子突然跪了下来，2个孩子也跟着哭嚎。我不为所动，起来吧，现在装可怜给谁看？当初你们抢我女儿食物的时候，可没手软。佳佳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婆婆也开始求情。看在孩子份上？我提高音量，你们当初怎么不看在贝贝的份上？今天这事，要么你们公开道歉，赔偿我的损失，要么就接着收外卖。你，王伟恼羞成怒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不要脸！我直接把手机里的录音放了出来，小姑子当初在我家撒泼的声音清晰无比，要不要我把这些发到网上，让大家评评理？王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小姑子更是瘫坐在地上。最终，小姑子一家当着家族长辈的面，在家族群里公开道歉，并赔偿了我的损失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来骚扰过我。1个月后，老公出差回来，他看着焕然一新的家，还有和睦相处的我和婆婆，满脸都是惊讶。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，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我。老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我靠在他怀里，以后谁要是再欺负我们母女，我一定让他好看。这时门铃又响了，我打开门，是隔壁的王阿姨。佳佳，你可真厉害！王阿姨竖起大拇指，我们都听说了，你把那一家子治得服服帖帖的，以后再有这事，可得教教我们。我笑着点点头，看着阳光洒满客厅，贝贝在一旁开心的玩耍。我知道这场战争我赢了，而那些想欺负我的人也该好好掂量掂量了。婆婆在一旁有些尴尬的搓着手。佳佳，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买菜。不用了妈。我微笑着说，今天我下厨，不过食材嘛，我故意拖长声音，得去小姑子家拿，毕竟她还欠我10斤牛肉呢。客厅里响起一阵笑声，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往后的日子，谁要是敢再挑战我的底线，我绝不轻饶。老钱家那孙子，听说血型和他儿子儿媳对不上呢。小区楼下，几个老太太围坐在一起，李奶奶神神秘秘的压低声音说道，眼神里满是八卦的兴奋。哟，还有这事儿？那可真是稀奇了。王奶奶立马来了兴致，身体往前倾了倾，这血型要是对不上，可就有大问题了。我原本坐在一旁，安静的晒着太阳，听到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莫名涌起一股不安。我孙子陈希乐不也刚在幼儿园测了血型吗？该不会……我不敢再往下想，站起身，匆匆往家走去，脚步不自觉的加快，心也跳得越来越快。一进家门，
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孙子的幼儿园通知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他是 B 型血，可我儿子陈琴是 O 型血，儿媳张蓉是 A 型血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仿佛有无数只蜜蜂在嗡嗡乱飞。不行，我得找儿媳问个清楚。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儿媳的蛋糕店，一推开门就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厉声质问道：我就说怎么你们的血型对不上呢？你是 A 型血，我儿子是 O 型血，怎么可能生出 B 型血的孩子来？呵呵，这个野杂种到底是谁的种？赶紧带这个野杂种去做亲子鉴定，看看他跟我儿子到底有没有关系。店里，儿媳正系着围裙，站在操作台前，手里拿着裱花袋，准备给一个蛋糕挤奶油花。听到我的话，她的手猛地一抖，裱花袋里的奶油瞬间挤出一大坨，在蛋糕上变得歪歪扭扭。她惊愕地抬起头，眼睛瞪得滚圆，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与委屈，手中的裱花袋哐当一声掉落在操作台上。妈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会？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陈琴的事啊！他的声音带着颤抖，眼眶瞬间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哼，没有。那这孩子血型怎么解释？我双手抱在胸前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，脸上满是怀疑与不屑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说不定是医院弄错了呢。儿媳一边说着，一边慌乱地拿起旁边的毛巾，擦拭着手上的奶油，可眼睛却始终不敢直视我。医院弄错？哪有这样巧的事？我冷哼一声，不管怎样，必须去做亲子鉴定，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。说完，我转身砰的一声摔门而出，留下儿媳呆立在原地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我今年50有5， 6年前，儿媳奉子成婚进了我家。那时，我儿子还是个普通大专生，在一家小公司做着最基础的工作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而儿媳开了个小小的蛋糕店，虽说她没什么文化，学历不高，可为人吃苦耐劳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去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，然后在店里一忙就是一整天。我儿子说自己爱学习，想要提升学历，改变现状，儿媳信了，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，给他交学费、生活费，解决了他生活上的一切问题。儿子也争气，每天下班后不顾一天的疲惫，埋头苦学，最终以全班第2的名次考上本科学院，读了2年，又成功考上研究生。儿媳没别的本事，就会做蛋糕。她上班做蛋糕，关店后还去夜市摆摊，夏天卖冰粉凉虾，冬天卖酒酿汤圆，直到怀孕才歇了摆摊的活。如今她的蛋糕店生意不错，在周围小有名气，每天能赚个1000把块钱。我本以为我们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未来充满希望，可这血型的事儿就像一道晴天霹雳，把我的幻想砸得粉碎，让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与疑惑。放学时，我赶到幼儿园，一心想着赶紧弄清楚这糊涂账。巧了，儿媳也在。陈希乐，赶紧去给我做鉴定。我心急如焚，二话不说，伸手就拽着孙子要走。奶奶，奶奶，我的手疼，妈妈你救救我呀，我好痛呀！孙子被我拽得大哭起来，小身子拼命挣扎着，2只小手在空中挥舞，试图抓住什么。儿媳心疼的眼眶泛红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蹲下身子，一把抱住了孙子，冲我怒吼道：够了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做鉴定没问题，可是你别想伤害我的孩子。他紧紧地搂着孙子，
仿佛一只护崽的母兽，眼神中满是愤怒与决绝。我看着儿媳那愤怒的激进失控的模样，心中的怒火却烧得更旺，心想这女人这么护着这孩子，说不定心里真有鬼，这孩子指不定是哪儿来的野种呢。哼，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，不然干嘛这么护着他？我狠狠地瞪了儿媳一眼，今天必须去做鉴定，把事情搞清楚。我说了，会找时间做鉴定，但不是现在，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。儿媳咬着牙，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。她抱着孙子站起身，转身就要走。你给我站住！我伸手去拉儿媳，却被她侧身躲开。你别想就这么算了，这事儿必须有个说法。我在后面大声喊道。儿媳没有回头，脚步匆匆，抱着孩子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我站在原地，气得直跺脚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，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当晚，儿子回家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跟儿媳两人就像陌生人一样，谁也没理谁。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仿佛有一块无形的大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儿子和儿媳各自走进房间，砰地关上房门，心中的焦虑愈发浓烈。我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尴尬而紧张的局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儿子就开车带着我们去了医院。在医院里，我看着儿媳，心里满是鄙夷，忍不住对她说道：一会儿做了鉴定，你自己出去找个酒店住，我可不想看到你。我故意把声音提高，周围几个路过的人都投来了异样的目光。儿子看似和善的劝我：妈，你别这样说，鉴定结果都还没出来呢。可我从他的眼神里也看到了一丝犹豫和怀疑。儿媳冷笑一声，直接对儿子：陈琴，你不用在这假惺惺的，我每天起早贪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觉得我有精神去出轨？说起来，真正喜欢夜不归宿的那个人是你吧？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尖锐的刀，直直的刺向儿子。儿子被说的脸色一阵白一阵红，恼羞成怒，劈头盖脸的骂了儿媳一顿：你别血口喷人，我起早贪黑忙学术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倒是你现在出了这档子事，还在这狡辩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手指着儿媳，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。我在一旁看着，只觉得儿媳肯定有问题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心虚，敢跟儿子顶嘴？哼，你看看，他就是心里有鬼，才会这么说。我附和着儿子，眼神中充满了对儿媳的厌恶。就在这时，护士叫到了孙子的名字，儿媳牵着孩子的手大步走进采血室，很快就抽完血被带了出来。他看都没看我和儿子一眼，牵着孩子的手大步离开，那背影透着倔强，仿佛在向我们宣告他的无辜与不满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儿子都在焦急地等待鉴定结果，日子过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不安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煎熬。我们的心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沉重。终于，3天后，我们拿着鉴定报告去找儿媳。一进蛋糕店，我就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把报告狠狠摔在儿媳脸上，怒骂道：好你个贱货，这下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手指着儿媳，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。店里的2个学徒，一男一女，年轻得很，看到这场景，居然还敢挡在儿媳面前。男学徒声音发颤，却硬着头皮说道：这位老太太，你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
干嘛非得打人？你赶紧出去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他虽然心里害怕，但眼神中透着一股坚定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他不会让我们伤害到他的老板。女学徒也在一旁附和，眼神里满是害怕，可还是坚定地站在儿媳身边。是啊，有话好好沟通，这么做太过分了。我不屑地挺了挺胸口，嚣张地说道：呵呵，那你们倒是去报警啊，有本事就让警察来抓我，就算要抓，也是先把这个不要脸的贱货抓走。我丝毫没有把2个学徒放在眼里，在我看来，他们不过是2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，根本不敢真的报警。儿媳气得浑身发抖，强忍着怒火，冷冷地说：你好好说话，否则就报警。别以为你是长辈就能在这撒野。他的声音虽然平稳，但我能听出其中的愤怒和无奈。我不爽地撇了撇嘴，站在一旁，心里想着，看你还能嘴硬到几时。这时，我看到儿子手里紧紧握着的文件，正是鉴定结果。儿媳也看到了，她走上前，一把将鉴定结果捡起来。我看着她，心中满是得意，这下看他还怎么狡辩。当他打开报告，确认孙子和儿子真的没有血缘关系时，我就知道我的猜测没错。儿子也开口了，声音冰冷的仿佛能冻死人。呵呵，现在真相大白了吧？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种事。我记得你有个前男友是吧？怪不得当初你这么想跟我结婚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我总算是明白了，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想要嫁给我，原来就是为了找我接盘啊！你肚子里这个孽种应该是你前男友的孩子吧？早知道你这么肮脏，当初我绝对不可能会和你在一起。你这种贱女人就应该去死！这些年来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却让我戴了一顶绿帽子，你真是有够恶心的！儿子越说越激动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还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甩到儿媳面前，恶狠狠地说：把字签了，别再纠缠。儿媳看着离婚协议，冷笑起来，那笑声里满是嘲讽，将协议砸到儿子脸上：离婚就离婚，该是我的东西你也想着拿走？房子是我挣钱买的，车子也是我买的，就连你这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给的。现在我们离婚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得给你，而且我还要支付你2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以及这5年来的育儿费用。你可真会异想天开。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不屑，直直地盯着儿子，仿佛要把他看穿。儿子背对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捡起离婚协议，眼神飘忽，不敢直视儿媳的眼睛。你别太过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，试图找回一些面子。我在一旁气得不行，冲上去嚷嚷：你做出了这种事情，难道不应该给我儿子赔偿吗？这件事情让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反正你们必须得离婚，这个赔偿款也必须要到位，不然的话，小心我让你这个店都开不下去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挥舞着手臂，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错了？儿媳不甘示弱，大声反驳道：说不定是你们家的问题呢，你还敢嘴硬？我冲上去想要动手打儿媳，却被儿子一把拉住。妈，别闹了！儿子皱着眉头，一脸无奈。哼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！我狠狠地瞪了儿媳一眼，转身拽着儿子就走了。走的时候还不忘狠狠瞪儿媳一眼。从蛋糕店出来后，我和儿子心里都窝着一团火。儿子在家唉声叹气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茶不思饭不想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过了几天，
儿子突然跟我说，他想和儿媳一起抚养那个孩子长大，还说要去把儿媳接回来。儿子，你疯了吧？那孩子都不是咱陈家的种，你还管他干啥？我一听，立马跳了起来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儿子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儿子低着头，闷声说道：“妈，这些年他对我也挺好的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而且我还是舍不得他。”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无奈和不舍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我气得用手指着儿子，那个女人背叛了你，你还想着她？你忘了她给你戴绿帽子的事了？妈，我知道你生气，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不想再失去她。儿子抬起头，眼睛里满是哀求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我虽然心里不乐意，但看着儿子那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儿子都这么决定了，我这个当妈的还能怎么办呢？行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说道。儿子去接儿媳那天，我在家等着，突然门铃响了，我去开门，看到一个外卖员站在门口。外卖到了，他说着把外卖递给我。我接过外卖，感觉这外卖员身上的香水味有些熟悉，可也没多想，就关上了门。过了一会儿，儿子急匆匆的走进来，说外卖的汤全洒了，得让骑手赔钱。他把外卖打开，堆到儿媳面前，讨好的说：“亲爱的，这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。”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，心里还是有些别扭，毕竟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对儿媳还是心存芥蒂。这时我注意到儿子的手机页面还停留在微信上，出于好奇，我偷偷看了一眼，这一看让我惊掉了下巴。儿子正在和一个名为温暖暖的人聊天。暖暖宝贝，你确定那是你和我的孩子？对啊，你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。为了让儿子天天陪着你，我故意把他们换了一下，今天才告诉你真相。哥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看到这些消息，我瞬间明白了，原来不是儿媳的问题，是儿子出轨，和这个叫温暖暖的女人搞出了这么大的乱子。我强忍着愤怒，偷偷把聊天记录拍了下来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接冲到儿子面前，把手机狠狠摔在他面前，怒吼道：“陈琴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对得起你媳妇吗？”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沙哑，眼睛里燃烧着怒火。儿子看到手机里的聊天记录，脸色变得惨白，嗫嚅着：“妈，我。”他的嘴唇颤抖着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愧疚。“你什么你这个混账东西！”我越想越气，抬手就要打他。那个女人是谁？你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我孙子呢？真正的孙子在哪里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指着儿子的鼻子，情绪几近失控。儿子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小声说道：“他叫温阳，和我是同学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孩子的事，我也是刚知道。”他低着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“你这个畜生，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，把我孙子要回来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往外走。“妈，你别去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儿子在后面喊道，但我根本不听，径直冲出门去。我四处打听温阳的消息，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处。我直接上门找他对峙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居然和我儿子做出这种事，还把孩子给换了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”我站在门口，双手叉腰，对着温阳大声吼道。温阳看到我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强装镇定道：“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你别胡说八道。”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。“你还想狡辩？我都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了。”我拿出手机，把聊天记录给他看。温阳慌了神，
咬着牙说：“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陈琴爱的是我，要不是为了钱，他怎么会娶那个女人？”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不甘和愤怒，我听了更是气得不行，冲上去就要打他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孙子呢？我真正的孙子在哪里？我双眼通红，恨不得立刻把这个女人撕成碎片。温阳冷笑一声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躲开我的手，在东山村那个老太婆家里，你自己去找吧。说完，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赶紧赶到东山村，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那个老太婆的家。当我看到那个孩子时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孩子脏兮兮的，身上破破烂烂，细嫩的皮肤上都是伤口，手和腿上还有藤条抽过的印子。你就是孩子的奶奶吧？这孩子太可怜了，那个女人经常过来打他。旁边的村民跟我说，我抱着孩子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的孙子，奶奶来晚了。我紧紧的抱着孩子，仿佛要把他身上所有的伤痛都抚平。孩子在我怀里瑟瑟发抖，用怯生生的眼神看着我，小声地说：“奶奶，我疼。”我抱着受伤的孙子，心如刀绞，那每一道伤痕都像刻在我心上，疼得我几乎窒息。望着温阳离去的方向，我恨不得立刻冲回去，将他碎尸万段，用他的血来祭奠孙子所遭受的苦难。可怀中孩子那微弱的呼喊，如同丝线般轻轻缠绕，却又有力地牵制住我。我强忍着内心的滔天怒火，此刻孩子的安危才是首位。我轻声安慰着孙子，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宝贝，别怕，奶奶这就带你去医院。”我一路小跑，感觉双腿像是灌了千般沉重，却又不敢有丝毫停歇，每一步都踏得急切，仿佛这样就能快一点减轻孙子的痛苦。到了附近的诊所，医生看到孩子满身的伤痕，原本平和的眉头瞬间紧锁，形成一个深深的川字。他一边仔细地为孩子检查伤口，一边忍不住问道：“这孩子怎么伤成这样？”我咬着牙，眼眶泛红，那股愤怒与悲痛再次涌上心头，将事情的大概经过简单说了一下。医生听后，脸上满是愤怒和同情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此毒手？”在医生为孩子处理伤口的过程中，孙子疼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却懂事地咬着嘴唇，小小的身体微微颤抖，硬是不怎么哭闹。我在一旁紧紧握着他的小手，不断地轻声说着：“宝贝，再忍一忍，马上就好。”看着医生清理着伤口，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我心头割了一刀。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温阳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处理完伤口，我带着孙子回到家。一进家门，儿子看到我们，先是一愣，那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后看到孙子的模样，脸上立刻露出震惊和心疼的神情。“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走上前，想要抱抱孙子，似乎想用自己的怀抱给予孩子一丝慰藉。我一巴掌打开他的手，愤怒地吼道：“你还有脸问？这都是你和那个女人造的孽！”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尖锐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。儿子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满是愧疚，嗫嚅着：“妈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”我看着儿子这副模样，心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，像是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对得起孩子，对得起你媳妇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爱，却做出这种背叛家庭的事，把这个家搅得支离破碎。那个女人对你就那么重要，比你的亲生骨肉，比和你同甘共苦的妻子还重要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指着儿子，
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。儿子低下头，不敢看我和孙子的眼睛，默默地站在一旁，像个犯错的孩子，无言以对。我将孙子安置在房间，让他好好休息。看着他那小小的身躯躺在床上，我心中满是心疼。随后，我把儿子拉到客厅，客厅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仿佛空气都凝固了。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你那个所谓的女朋友，让她立刻过来。我怒视着儿子，一字一顿的命令道。儿子犹豫了一下，那犹豫的瞬间让我更加恼火。他这副优柔寡断的样子，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温阳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儿子小声说道：“温阳，你现在马上来我家。我妈知道了一切，孩子也找到了，他伤得很重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温阳打断。我凭什么去？是你们自己没本事看好孩子，关我什么事？儿子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温阳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我看到儿子这副窝囊的样子，气得又想动手打他。你看看你找的都是什么人？现在立刻带我去找他。你犯下的错，你必须去面对。儿子无奈，只能带着我再次前往温阳的住处。一路上，我坐在车里，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。看着儿子的背影，我满心都是失望。到了之后，我用力的拍打着门，大声喊道：“温阳，你给我开门！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”我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，仿佛是对他罪恶的审判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门才缓缓打开，温阳一脸不耐烦地站在门口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不是告诉你们孩子在哪里了吗？我冲上去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那股愤怒让我几乎失去理智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孩子被你折磨成那样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他还是个孩子啊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温阳用力挣脱我的手，不屑地说：“哼，他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管他死活。陈琴爱的是我，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不过是我们之间的绊脚石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正要再次动手，儿子赶紧拉住我：“妈，别冲动。”然后转身对温阳说：“温阳，你太过分了。我们当初在一起是因为爱情，可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害无辜孩子的事情？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残忍吗？”温阳冷笑一声：“爱情？你要是真的爱我，会为了钱和那个女人结婚？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可笑吗？”儿子被说得哑口无言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我看着这两个人，心中充满了厌恶。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现在你必须跟我去派出所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温阳一听要去派出所，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我不去，我又没犯法。我冷哼一声：“你拐卖儿童，虐待儿童，还敢说没犯法？你以为你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”温阳还想狡辩，我直接拿出手机：“你要是不去，我现在就报警。”温阳见状，只能极不情愿地跟着我们去了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，我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的跟警察说了一遍，并出示了之前拍下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。警察听后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十分重视这个案件，立刻展开调查。在调查过程中，警察发现温阳不仅涉嫌拐卖儿童和虐待儿童，还可能存在其他违法行为。经过一番深入调查，警察很快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将温阳依法拘留。而儿子因为在整个事件中也存在一定的过错，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犯罪行为，但他的出轨和对家庭的不负责任，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，也受到了警察的严厉批评教育。警察看着儿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
你作为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，却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伤害了家人，也破坏了家庭的和谐。家庭是需要责任和担当的，你要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儿子低着头，脸上满是懊悔，不停地说着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处理完派出所的事情，我回到家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孙子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时，儿媳张蓉得知了消息，赶到了家里。她看到孙子的模样，泪水夺眶而出，那泪水里满是心疼与自责。她扑到床边，紧紧地抱住孙子：“宝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这么多苦。”孙子看到妈妈，也哭了起来：“妈妈，我好想你。”我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满是愧疚。我走到儿媳身边，拉着她的手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：“儿媳啊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是我儿子和那个女人造孽，让你和孩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我当初仅凭血型就认定你出轨，对你恶语相向，我真的错了。”儿媳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中既有对孙子的心疼，也有对我的原谅。“妈，事情都过去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照顾好。”那一刻，我心中对儿媳充满了感激，她的善良和宽容让我更加自责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儿媳齐心协力，照顾着受伤的孙子。每天清晨，我会早早起床，为孙子熬上一碗营养丰富的粥，希望能让他快点好起来。儿媳则会细心地为孙子换药，每一个动作都轻柔无比，生怕弄疼了他。在我们的悉心照料下，孙子的伤势逐渐好转，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。而儿子经过这件事情的打击，也彻底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他主动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开始重新找工作，努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。一天晚上，我把儿子叫到身边，决定和他好好谈一谈。客厅里灯光昏黄，气氛有些压抑。我看着儿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儿子啊，你知道你这次的错误有多严重吗？你不仅伤害了你媳妇和孩子，也让整个家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婚姻不是儿戏，当初你媳妇为了支持你读书，吃了多少苦，你都忘了吗？她起早贪黑，摆摊卖东西，就为了给你凑学费，可你却做出这种对不起她的事。”儿子低着头，眼中满是悔恨，小声说道：“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”我继续说道：“爱情不是你放纵的借口，你和温阳在一起，哪怕你们有感情，可你也不能不顾家庭。你是一个有家庭的人，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家庭的完整。你当初为了钱和张荣结婚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后来还出轨，更是错上加错。”儿子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泪光：“妈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弥补我的过错，我现在每天都在自责。”我叹了口气，弥补过错不是靠嘴说的，是要靠行动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工作，努力赚钱，给张荣和孩子一个安稳的生活。你要让张荣看到你的改变，重新赢得他的信任。儿子重重地点了点头：“妈，我一定会的。”从那以后，儿子每天早早出门，四处奔波找工作。他投了无数份简历，参加了一场又一场面试，却屡屡碰壁。但他没有放弃，每次回到家，虽然疲惫不堪，却依然强打精神，陪孙子玩耍，辅导他做作业。有一次，儿子面试回来，一脸沮丧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妈，今天面试又失败了，面试官说我没有相关工作经验。”我安慰他：“儿子，别灰心，刚开始找工作都不容易，你要相信自己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找到合适的。”
儿子点了点头，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。终于，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，儿子找到了一份新工作。虽然工作很辛苦，工资也不高，但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，每天都认真工作，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。经过警方的努力，很快找到了儿媳张荣的亲生儿子。当我和儿媳看到那个孩子时，心中既激动又心疼。孩子因为长时间与亲人分离，性格有些内向，眼神中充满了惬意。儿媳走上前，轻轻地抱住孩子，泪水不停地流。宝贝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孩子在儿媳的怀里，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，但慢慢的也伸出小手回抱着妈妈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们这个家虽然经历了风雨，但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。两个孩子都回到了我们身边，虽然他们都经历了很多苦难，但好在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亲人。我们一家人决定重新开始，好好生活。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全新的环境，我们卖掉了原来的房子，搬到了一个新的小区。新小区环境优美，邻里之间相处融洽。儿媳重新经营她的蛋糕店，她每天早早的去店里，精心制作每一个蛋糕。她的手艺越来越好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她还专门为两个孩子设计了一款特别的蛋糕，取名为幸福团圆。蛋糕上用奶油画着两个孩子手牵手的图案，周围点缀着五彩的糖果，象征着我们一家人重新团聚，幸福美满。儿子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也兢兢业业，努力工作。他每天都会提前到公司，打扫办公室卫生，为同事们泡好茶水。工作中，他虚心向同事和领导请教，遇到不懂的问题，总是积极学习。渐渐的，他的努力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领导开始给他安排一些重要的工作任务，他都出色的完成了。同事们也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，从一开始的疏远，到后来的亲近和帮助。而我每天照顾着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，看着他们一天天快乐的成长，心中充满了欣慰。早晨，我会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早餐，看着他们吃得开心，我就觉得无比幸福。晚上，我会给他们讲故事，哄他们入睡。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，我仿佛忘记了曾经的痛苦和烦恼。经历了这场风波，我深刻的明白了，生活中不能仅凭猜测和偏见就去判断一个人，亲情和信任是需要用心去维护的。我们一家人都在这场磨难中得到了成长，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真正属于我们的平静而幸福的日子终于开始了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温馨的家中，那温暖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我们一家人的重生与希望。